双击加关注，每天学电路。大家好，这里是梅登课堂。我们来看电磁炉电路的电气方框图。这是一个电磁炉的电路结构方框图。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桥侧整流堆，220伏交流电压通过电源输入电路，就是抗干扰电路，到达整流桥堆的输入端。整流桥堆它就把这个交流电转换成了直流脉动电压。所谓的脉动电压，就是说它这个电压是不平整的，它不是一条直线，它是带一点波动的。那么如何把这个不平滑的脉动电压变成稳定的直流电压？那么我们就必须在整流输出端并接一个什么？并接一个滤波电容器。有的老铁就会说在这个输出端肯定有一个这个大的电容器进行主滤波。对了，在这里必须加一个主滤波电容器进行滤波。就好像我们的这个电动车的充电器在整流输出端并接了个这么大的一个电解电容器还有我们的液晶电视机一样的，在这个整流桥堆输出后面并接有这个大的电解电容器进行主滤波。那么我们看电磁炉的这个滤波电容器这就是这个电磁炉里的这个滤波电容器。那为什么这个形状不一样呢？电动机的充电器的，你看电动车充电器是我们这个铝电解电容器，是吧？像水桶一样。电视机的也是像水桶一样，这种主滤波电解电容器。而我们电磁炉里面的这个滤波电容器，它是有特殊要求的，与众不同。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电磁炉工作的时候这个工作电流大，而且波动的幅度大，因此这个滤波电容器不能够采用普通的这个铝电解电容器，而且应该选择无感，而且高频特性好、治愈能力强和稳定性高的这个电容器。所以这种电容器我们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必须呢要用这种型号的我们看在这个外壳上它标注有几个字母 MKP×2，我们必须用这种规格的这个无感高频电容器这是一个四微法的，四微法是表示它的能量，对吧？表示它的能量。所以如果这个电容器坏了的话呢，我们不能够用这个铝电解电容器进行代换，千万不能用这个代换，一定要用 MKP×2的这一款无感高频电容器进行代换，这是相当关键的一个主滤波电容器，也就是它直接跨接在这个整流输出的正负极之间，也就是并联在输出端
和整流桥对输出是并联关系。我们画的时候就画到这里。那么也就是我们看这个阻力不等式翻过来，你看它一个角接在整流桥对的输出角，另外一个角呢接在另外一个输出角，是并联关系。好，这个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喜欢的点赞、收藏、转发，下期再见。